在完美世界211集剧情中，10号梦回仙谷，火灵儿前世皇女登场，亲眼见证仙谷覆灭真相。随着10号进入边荒无人区历练，在这里遇到了异界圣灵，与异族妖童大战。最让人期待的就是10号意外进入了一片紫竹林，从而引发时空错乱，让10号穿越到了仙谷纪元。在这里，10号见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，充满着仙谷气息，里面一片祥和，充满生机，却亲眼见证了一场毁灭的灾难。10号踏入禁区后，发现众多修士已遇难，又目睹一位修士惨遭杀害。那神秘存在没有马上攻击10号，而是隐匿起来。但10号敏锐察觉到有东西在暗中窥视，他浑身肌肉紧绷，汗毛直立，强烈的危险感如潮水般袭来，仿佛被洪荒猛兽锁定，心中寒意顿生。10号满心疑惑，这究竟是什么东西，竟能在虚空中隐匿，连开启天眼的他都难以察觉。终于天眼通让他看穿虚妄，捕捉到虚空中一团黑乎乎的东西。可刹那间，一道赤霞如钉子般刺向他双眼，剧痛袭来。与此同时，他后背汗毛炸立，本能的挥动剑胎向后斩去。那生物发出的光挡住剑胎，灼热之气侵袭他体表，强大的大罗仙剑竟受阻。10号自身也遭受攻击，他施展缩的成寸之术，脚下符文闪烁，迅速横移，只见前方古墓瞬间化作灰烬，一座巨山被熔成岩浆炸开。那团黑乎乎的东西再次隐去，片刻后现出身形，竟是一颗直径约1米、黑乎乎且带着焦黑与血迹的眼球。这颗眼球极为诡异，闭合时隐匿虚空，毫无踪迹。稍微睁开，眸中赤光如火焰、闪电，能瞬间摧毁前方有形物质。此刻他迅速地睁开眼睛，刹那间天地被赤霞笼罩，血色光束纵横，森然杀机弥漫，仿若置身血色地狱。10号抬手喷出闪电，金色红芒奔涌，眼球认出这是雷帝秘法，随即发光，血色雾气蒸腾，竟挡住了雷电。虚空中莫名渗血，10号周围虚空扭曲，裂缝中淌出的血液腐蚀万物，溅到他手指上便带来灼痛。眼球断鹤，虚空扭曲，出现血池，欲吞噬10号。他至此明白那些人只剩人皮的缘由。10号大喝雷伐，双手结印，虚空中宝光浮现，天地雷电倾盆，身前出现蕴含多种雷光的雷池，两座池相互冲击，爆发出绝世光芒。光芒消退后，10号狼狈不堪，战衣破碎，浑身是伤，山峰被砸塌，林地被毁。而这只是余波，之前的激烈对决都在虚空中展开。此时雷池和血池消失，悬在空中的眼球血迹更多，杀意冰冷，称若本体全来，10号这样的蝼蚁成千上万也不够杀。10号心中震惊，难以想象其本体强大到何种程度。10号惊悚地看到眼球伤口中插着半截生锈青铜断毛，若非如此，他根本挡不住这只眼球。他猜测是镇守边荒的7大王者所伤，试探询问，眼球大笑，带着冷冽与杀机，让10号怀疑7大王者已不复存在。眼球称边荒快不存在，他们即将入关，天下将大同。10号质疑，眼球表示自己的伤是因禁区诡异被不灭战矛所刺。眼球沉默后猛地睁开，眸子赤红如血海，杀气更浓，自语沉睡了1万年。10号试图刺激他获取更多信息，眼球提及他们实施的第2种方案，若成功3000道州将不复存在，却不肯透露详情，随即向10号扑来。10号与眼球大战，虽一路强势，此刻却险象环生，眼球也恼怒杀不死这个小辈。就在这时，眼球中的生锈断毛颤动，发出炽盛光芒，震落铜锈，并浮现古字。眼球惨叫，不断淌血，变得更加焦黑。他怒吼断毛是仙气碎片，有仙道意志，致使他无法逼出。10号见状大吼杀，青铜战矛持续震动，眼球惨叫连连，鲜血长流，眼看就要被震为2半。10号与神秘眼球的战斗进入白热化。眼球裂开，鲜血四溅，瞳孔猩红，赤霞激射，插在眼球内的断毛疯狂震动，搅得眼球似要毁灭。10号见状，施展出各种宝术，全力轰向眼球。他深知这眼球太过危险，必须尽快解决。眼球垂死挣扎，如无底洞般不断喷涌污血，颜色由赤红转为乌黑，散发着阴冷气息，甚至化为一个黑洞，吞噬周围一切。10号立刻施展柳神宝术，数十条金色枝条飞射而出，试图撕裂黑洞。眼球对10号会柳神宝术感到惊讶，同时神色冷冽，即便裂开，仍寒声质问柳神是否未死。紧接着，眼球内部如地狱深渊，开启一道门户，连通血色通道，欲将10号收进去，动了必杀之心。10号挥动大罗仙剑，剑胎光芒璀璨，剑体印记显现，似有一人飞仙，白雾涌动，光雨点点。此时，眼球内的断毛因剑胎疯狂震动，燃烧发光，上面的古字越发璀璨。眼球惊恐大叫，断毛内的仙道烙印炸开，拖着眼球走向毁灭。眼球瞬间爆碎，门户粉碎，化成血光烟霞。10号手持剑胎向前刺去，迎上余波，眼球的残灵撞上剑胎，瞬间化为飞灰，光芒消散，山林恢复宁静。若不是地上的污血和青铜粉末，很难想象这里刚经历一场激战。10号看着手中剑胎，心中满是疑惑。这剑胎从仙谷带出，由5冠王遗失，据说来自地下古矿，如今看来绝非表面那么简单。10号收起剑胎，想起那颗眼球，意识到边荒即将大乱，世间烽火连天的日子恐怕不远了。但他明白当下只能尽快变强，于是他继续奔行在禁区中。禁区十分诡异，有些地方能飞行，有些地方却存在诡异法则，会将飞行的人从空中斩落，似在警告闯入者要敬畏此地。途中，10号追上了一些修士，这些人并非素
速度比他快，而是三大至尊送他们进来时，就将他们安置在了数十上百万里开外。但10号也看到了许多莫名死亡的修士，他们没有伤口，面带微笑。他无心探究这些，继续前行。突然，前方血雾弥漫，众多尸体横陈，四遭全灭。10号心中一凛，放慢脚步。在这里，他看到道路两侧有许多蓝色大星悬于半空，离地面不足100丈，每颗大星都绽放符文，壮观异常。他猜测这可能是一组大阵。随着脚步前移，尸体越来越多。10号来到一处重要地段，发现青仙被禁锢，天上星辰落下流光，化作无形剑气，直斩元魂不损肉身。这是古代残阵，威力惊人。青仙身为连族初代，在3000州赫赫有名，此时却身不能动，眉心溢血，眸光暗淡。10号想出手相助，却为时已晚。青仙看到他后，目光短暂明亮，最终还是陨落。然而，青仙倒地后化成一粒种子，并请求10号将其埋在附近，因为他感觉到了混沌清廉的气息，认为这是自己的大劫与机缘。10号听后，将种子埋进土壤，继续踏上征程。5日后，一片紫色竹林出现在前方，白雾升腾，仿若仙境，还隐隐散发着仙道气息。10号满心戒备地走进此竹林，瞬间天地陡变，霞光混沌齐涌，他竟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这里山川灵秀，仙禽瑞兽出没，还有一些在这一纪元本应绝迹的生灵，如麒麟、幼兽、仙皇等。10号看到一个少女抱着白麒麟嬉笑，仙皇化作的少女降落在发光灵山上，还有一位身负光明仙金宝剑的青年唱着道歌，逍遥而行。10号以为自己误入幻境，但神觉告诉他，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强者。仙皇化作的女子与他打招呼，询问他来自何处，还称此地为仙府，诸多年轻俊杰汇聚参加盛会。10号对自己所处之地感到困惑，亲自捏了捏少女怀中的麒麟幼兽，确认是真的后，不禁怀疑自己是梦游仙谷，还是仙谷再现。10号身处这奇异之地，见到白麒麟等只存在于传说的生灵，满心疑惑。旁人询问时，他只得借口头晕。皇女等人对此感到诧异，毕竟身为修士，除非重伤，否则精气神饱满。皇女身着凤凰真羽化作的5色羽衣，光彩照人，还打趣10号是否因河道而不是。众人谈笑间，10号发现这里的人都有仙道气运，与他以往所见大不相同，他们平和且与世无争。有人询问他的修炼法门，他谎称是融合了一种蛊火。众人看到他背负的大罗仙剑，有人觉得眼熟，猜测是仿照传说中的剑铸造的仿品。10号心中则对剑胎的来头更加好奇。众人邀请10号一同去赴一场盛会，据说各族强者云集，还有巨头讲道。10号觉得若能聆听，定能受益匪浅，便欣然前往。路上，这些年轻人悠然交谈，毫无焦虑与锋芒，这让10号深感意外。他们来到南海紫竹林，这里是前辈大能的府邸，盛会再次举行。一头驮着玉石宫殿的8头大蛇和一口横过天际的大钟先后出现，众人称这是真仙到来的迹象。听闻吴中大人也现身，10号心中一震，他在3000道州听闻过吴中的残钟，如今对此次盛会愈发期待。放眼望去，南海紫竹林的景象让10号惊叹不已。紫色竹子粗大如月，扎根海底，坚韧挺立，紫莹莹一片，灵气氤氲。海面上，一条白蛟破浪而来，威武不凡。穿过紫竹林，他们抵达一座仙岛，这里花香鸟语，白雾弥漫，仙气蒸腾，是一处真仙洞府。岛上已聚集众多平和的人，摆放着玉石桌椅，珍稀果实与美酒，还有5色神鹿和白猿服饰，尽显出世之美。10号不禁心生羡慕。突然，仙霞瑞光中，一条紫金大道从海外延伸至岛屿，一位散发着威严的中年人踏道而来，众人惊呼，原来是6道轮回仙王。怀抱小麒麟的少女对此十分震惊。10号询问此人是否有名，被少女白眼以对。当看到仙王头顶悬着几块碎裂的轮回盘时，10号心神俱震。他曾在下界见过一角轮回盘，此刻面对几角轮回盘，内心掀起惊涛骇浪，对这个神秘世界的隐秘愈发渴望知晓。